在枪械领域，如果问哪款步枪最强最好用，答案并不固定。最有名的 AK47、M16 以及之后的 AK74与 M4 都没能一统天下。但是如果问哪款手枪最好，那么答案一定是勃朗宁 M1911。1911年在美军服役，1985年退役，但一直到201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仍在使用 M1911。即使到了2024年，美国的一些特种部队与执法机构也在使用 M1911。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主要冲突中，几乎都能看到 M1911的身影，战绩也堪称传奇。美军士兵约克与小队成员使用 M1911 俘虏了一个连的德军。二战期间，甚至还出现了 M1911 击落零式战机的传奇战绩。只能说手枪之王名副其实。那么作为一款20世纪初的手枪，为什么到了21世纪还能看到它的身影？这款手枪之王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1996年6月，美国空军杂志刊登了一个二战期间的传奇故事：手枪击毁战机。这种只有在神剧当中才能出现的场景，在战场上真实上演了。这个传奇故事发生在美军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上。这支陆军航空队负责破坏日军从仰光缅甸到印度北部的补给网。1943年3月31日，第7轰炸大队第9中队被派遣破坏缅甸宾文纳附近的一座铁路桥。劳伊德·简森中尉与欧文·伯格特少尉驾驶一架 B-24执行该任务。在 B-24抵达目标区域前，遭到了日军零式战机拦截，氧气瓶被打碎，机身后部燃起了大火，机上人员不得不跳伞逃生。紧接着，日军飞行员对跳伞的士兵进行扫射，伯格特的手臂被打伤。在这种情况下，士兵的存活率几乎为0，但伯格特却凭借 M1911击落了零式战机。也许日军飞行员想要确定战果，驾驶着零式战机飞进伯格特。伯格特并没有选择立即抵抗，而是装死骗过日本飞行员。果然，零式战机并没有对其进行补枪，而是从伯格特脚下飞过，并继续向其他降落伞扫射。而此时，伯格特掏出他的 M1911，对零式战机连开4枪，其中1枚子弹精准地击中了飞行员。这架零式战机立刻停止射击，并开始旋转跌入地面。这并非不可能 ，M1911的口径为.45，完全有能力击穿飞机的座舱盖。也正是因为这次出战，伯格特与 M1911被载入了世界历史的战争史册。不过，与伯格特不同的是，此时的 M1911已经成名已久。该枪由枪械设计师约翰·摩西·勃朗宁研制。勃朗宁一生设计了很多枪械，拥有128个枪械专利。最著名的产品包括 M1911、温彻斯特3030、勃朗宁自动步枪、M1935、勃朗宁大威力手枪、勃朗宁.30机枪和.50口径机枪等等。本期视频的主角就是 M1911， 一款已经存世超过1个世纪，却依旧被美军士兵看好的手枪。1899年至1902年，美军在菲律宾作战时配备了.38口径的科尔特转轮手枪，但是在实战中发现该枪的停止作用极差，用起来跟假的一样。不少摩洛游击队的成员在中枪后还能跑到美军阵地前展开近距离作战。美国陆军不得不启用 M1873 这种使用.45枪弹的手枪。事实证明，大口径就是好，一枪下去，摩洛游击队的成员倒头就睡。也正因如此，美国陆军决定研制一种威力更大的新手枪和新枪弹，希望能在近距离上一枪击倒敌人，并规定口径为.45。也正是这次招标，开启了 M1911传奇的一生。在1896年的时候，勃朗宁就已经为科尔特研制出一种使用科尔特.38枪弹的手枪。得知招标信息后，勃朗宁就将该枪的口径改装成.45，并于1905年提交给美国陆军进行评估。当时一共有6家公司竞标，最终只有科尔特公司与萨维奇公司的样枪被选中。不过在测试中，二者的可靠性与性能都无法满足陆军的需求，于是美军要求厂家继续改进，并参加进一步的实验。陆军选型委员会打算在1911年评审出最后结果。
在1907年至1911年，科尔特公司与萨维奇公司的样枪进行了多次测试，最终在1911年3月3日，美国陆军委员会开始了史上最严苛的手枪测试。在测试中，双方的样枪需要射击6000发子弹，每射击100发冷却5分钟，每射击1000发对手枪进行简单的维护和上油。在打完这6000发之后，换装有生产缺陷的子弹，例如一些子弹弹头压得松了或者紧了。进行这一系列操作之后，还要把这些枪浸泡在酸性液体和掺水泥沙中，直到手枪生锈为止。之后拿着生锈的手枪进行更多的射击。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遭受如此严苛实验的武器，连续射击6000发的记录，到了1917年才被打破，也是勃朗宁的作品。当时一挺勃朗宁设计的后座原理机枪进行了4万发的射击实验。在这些测试中，科尔特的样枪最开始就已经赢了，在6000发的射击实验中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而萨维奇公司的样枪出现了37次故障。最终，科尔特的样枪在3月29日正式成为美军制式手枪，定名为 M1911。1913年 ，M1911 也成了美国海军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制式手枪。作为美军第一款半自动手枪 ，M1911 凭借出色的设计服役了大半个世纪，一直到1985年才退役，创下了手枪服役时间最长的纪录。而且 M1911 退役之后，美国部分执法部门与警察战术单位依旧在使用 M1911。问题来了 ，M1911 并不是世界上第一款半自动手枪，其诞生的时间点，其他国家的半自动手枪也不算少见。即使排除已经成熟的小威力自卫手枪，在全尺寸战斗手枪领域，也有博查特 C93、毛瑟 C96、鲁格 P08、斯泰尔 M1907 和 M1912等一众型号。那为什么 M1911 可以被称为手枪之王，并一直生产服役到现在呢？说实在的，就火力军来说， M1911 对比其他手枪有点太欺负人了，这完全就是降维打击，但一个套筒式就已经足够了。1个世纪之前的 M1911 与当今世界的手枪放在一起，在结构上丝毫没有落后的感觉。比如格洛克17，同样是套筒式手枪，枪管、枪机和击发结构都在套筒里，采用枪管短后座移动原理。套筒因为子弹后坐力向后运动到底，而枪管稍微向后运动一小段距离，再在附近簧的作用下复位，和 M1911 是一样的。不过，最先采用手枪套筒的是 M1900。至于 M1900 为什么没能成为服役100年的经典，估计是.32口径的弹药威力一般。第二点就是 M1900 稍微有一点丑，不如 M1911 好看。此外 ，M1911 的结构也更好一些。M1900 属于自由枪击式，如果弹道威力太大，很可能会因为膛压过大出现弹壳爆裂事故。而 M1911 则是枪管短后座式，发射时枪机和枪管一同后移，可以发射威力更大的弹药。同时 ，M1911 还将螺旋式附近簧放在了枪管下面，并取消了 M1911 枪管后方的翘臀，颜值大幅度提升，精准度也有所提高。至于同时代的其他手枪，火力军只能说很有特色。博查特直接将附近簧放进了枪机后面，这就导致 C93 看起来就像是屁股被打肿了一样。虽然附近簧上 C93 并没有采用常见的螺旋弹簧，而是一片 C 字形钢片弹簧，长度有所缩减，但屁股依旧很重，看起来稍微有一点丑，便携性也不是很好，唯一的优点就是握持平衡性好。毛瑟 C96 则是把供弹具前移，把螺旋附近簧塞进了枪机框里，虽然屁股不肿了，但出现了大肚子的问题。弹仓在扳机前方，全枪的尺寸还是很大。至于鲁格手枪，则是由 C93 改装而来，把弹簧塞进了握把后部，解决了 C93 手枪大屁股的问题。在几番改进后，被德军看中，并改名为鲁格 P08。该枪也非常传奇，打满了2次世界大战，但也有一定的缺陷。握把内部有一个弹簧，占据了不少空间，并且握把的倾斜角非常大，导致弹匣内子弹排列的倾斜角也很大，可靠性较低。所以在 M1911 诞生之际，性能颜值碾压同时期的所有半自动手枪，勃朗宁也因此名留青史。不过，勃朗宁的成名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温彻斯特公司与科尔特公司的短视，这位天才设计师差一点被埋没。M1911 的背后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阻碍枪械发展的就是如何解决枪械自动连续射击的动力源问题。直到19世纪末期，这个难题才得以解决。1882年，美国人海勒姆·马克沁使用斯普林菲尔德步枪进行射击实验时，被枪托的后坐力撞肿了肩膀。受此启发，马克沁将火药气体作为连续射击的动力，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全自动武器——马克沁重机枪。弹壳中的火药被枪击激发点燃后，在将弹头向前推出枪管的同时，部分气体向后运动，产生后坐力，利用火药气体的后坐力作为抛壳上弹等枪械连续射击的能力。迄今为止，基本所有的自动式枪械原理都是这样的。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奇葩的枪械设计的五花八门，选择其他的抛壳方式，比如 FN2000。先将弹壳收集到弹壳管道里面，当里面有6颗弹壳后，最早发射的弹壳就会从前面的开口被顶出来。P90 弹壳有专门的通道，直接向下抛出。马克沁发明马克沁重机枪后，勃朗宁也获得了启发，开始研究自动装填技术。先是试着将温彻斯特1873型步枪改成了导气式原理的自动填装步枪。在1890年和1891年，又制造了使用相同操作原理的一种机枪，也就是1895型机枪。从1894年开始，勃朗宁就开始研究半自动手枪。在1897年就获得了多项美国手枪设计专利，并以此研究出了 M1900式。勃朗宁本以为自己的作品会受到市场的青睐，只是当时的美国人更喜欢转轮手枪，右手持枪，左手快速拨动击锤的射击方式堪称西部片的经典动作。当时与勃朗宁合作的一些厂商，比如科尔特公司与温彻斯特公司，并不看好 M1900式，也不愿意冒险批量生产勃朗宁的手枪，理由就是导气式结构太过复杂。心灰意冷的勃朗宁原本打算去欧洲碰碰运气，巧的是FN公司代表主动找了上来。事实证明，勃朗宁就是一个天才。与 FN 公司合作并推出 M1900后，该枪就获得了比利时政府的青睐。1990年7月 ，FN 公司就获得了比利时政府一笔多达2万支手枪的订单。到1910年为止的10年时间里，FN 公司前后总共生产了72万支 M1900式。M1900是世界上第一种采用自由枪击式自动原理的手枪，也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半自动手枪。枪机与枪管不扣合，发射时枪管固定不动，火药燃气作用在枪机上，推动枪机后座完成开锁、抛壳等动作。其最大特点是首次采用手枪套筒，将枪管、枪机激发结构叠加在一起，放在一个套筒之内。在 M1900之前，手枪的枪管、枪机和激发结构都是分开的。使用套筒后，手枪重量下降，枪身变短，重点是看起来更帅了。M1911采用了手枪套筒，并在枪身上进行了改进。也正是有了之前的一系列积累， M1911才能成为经典。总的来说，在20世纪初期， M1911就是当之无愧的手枪 King。如果硬要挑缺陷的话，那就是弹匣容量了，只有7发，包括膛内的1发子弹，一共8发子弹，而且体积和重量稍大，这点没办法，毕竟是.45口径，而且口径大也就意味着威力大。M1911的战绩也是实打实的好。作为一款辅助武器，手枪在战争的作用极其有限，但 M1911不同，在其参与的战争中留下了很多的传奇故事。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从科尔特公司和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购买了大约14万支 M1911。由于战时急速扩军，1917年相关部门评估共需要76.5万支手枪。这个数字还经过2次上浮，第一次提升到130万，然后又追加到270万，于是将订单分给了其他公司，比如雷明顿公司、温彻斯特公司等等。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一战到1918年11月份就结束了， M1911的实际生产数量并没有那么多，战后不少订单都被取消，生产数量最多的雷明顿公司也只生产了15万支订货的 2.2万支。整个一战期间，科尔特公司及其承包商共生产了45万支 M1911手枪。在实际作战中， M1911还贡献了一个名场面，美军7名士兵使用 M1911 俘虏了德军132人。
一战初期 ，M1911 手枪的数量还不是很多，但进入浅壕战之后，双方需要在极其狭窄的浅壕内作战，步枪的长度太长，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手枪就成为士兵的标配，装备数量迅速上涨。1918年10月，美军陆军第82步兵师正在法国阿尔贡地区作战。10月8日，该师下属328步兵团被德军的机枪火力压制，无法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为了避免被德军突袭，伯纳德·厄尔利带着17名士兵在侧翼进行战术侦察，结果因为看错了地图，碰巧闯进了德军防线的薄弱部位，并俘虏了一群正在吃早饭的德军士兵。在战场上，因为布警戒被敌方钻了空子，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当美军士兵返回己方阵地时，被一旁的德军机枪阵地发现，机枪手用德语大喊趴下，并用机枪对美军进行扫射。这支侦察小队当场损失9人，指挥官也重伤牺牲。约克中士开始指挥这支小队。虽然受到机枪的扫射，但剩余的美军士兵依旧控制着匍匐在地的德军。因为都趴在地上，德军机枪手无法识别敌我，只能压制性扫射。约克中士看到了德军机枪手的头盔，并使用恩菲尔德 M1917 步枪开枪。德军则派遣了几名士兵，打算从侧翼绕过来俘虏这些美军。不过他们也很有经验，并没有直接冲出来，而是在等待约克打完步枪子弹。之后找准机会的德军跳出掩体冲向约克中士，来不及补充弹药的约克掏出了随身携带的 M1911，一枪一名德军士兵。队员们也拿起武器反击，攻占了这个机枪阵地。在一些报道当中宣称约克中士单枪匹马冲入德军阵地，一人干掉35挺机枪，俘虏了132人，几乎一人灭掉一个连。实际虽然没有那么离谱，但也是相当传奇。在这次战斗中，约克中士和队友一起打死了25名德军，俘虏了132人。一战过后，美国陆军军械部评估了 M1911 的战斗表现，并要求科尔特公司对其进行改进，比如加宽准星、加长击锤、缩短扣击距离、增加防滑纹、改变握把护板的网格防滑纹等等。新枪被命名为 M1911A1。之后，该枪在结构方面就没有再进行过大的改动，只有一些外国公司或政府在获得科尔特·勃朗宁的授权后，生产不同口径的 M1911 型号。第二次世界大战又重现了1917年的情形， M1911 被疯狂生产。从1941年到1945年期间，美军加上其他盟国的订货量足足有250万支，包括 M1911 与 M1911A1。为了能及时交货，美国政府又增加了4个承包商来分担，单雷明顿兰德公司就生产了103万支。到战争结束时，光是美国陆军就有270万支 M1911。战争期间生产的 M1911 也有了一个改变，就是把握把护板的材料由原来的胡桃木改为褐色塑料。期间也有很多传奇战绩，比如基洛零式战机。由于时间的问题，火力军就不再赘述了。在美军内部，士兵极其喜欢 M1911， 其表现出了优秀的可靠性和杀伤力，而它7发子弹的弹容量在当时来说具有优势，不管是火力持续还是换弹速度，美军士兵都极其满意。只是最终在1985年 M1911 还是被9毫米口径的 M9 取代，这在美军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导致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关于点45和9毫米之间的争论一直没能停止。1985年，美军决定以博莱塔公司生产的9毫米口径 M9 手枪来取代 M1911A1。国会颁布命令时，遭到了海军陆战队的激烈反对。虽然最终没能改变这个结果，但美国海陆空三军仍然有部队继续使用 M1911 作为辅助武器。M9 取代 M1911，美军内部的意见很大，除了固有的点45情节之外，性能也是一方面。双方关于哪款手枪更好用一直争论不休。有一部分人觉得9毫米子弹的后坐力较小，容易控制，可以在短时间内命中对手多发子弹，从而使对手失去战斗力。另外一部分人觉得9毫米子弹的停止作用太小，不实用，打3发子弹不如1发入魂。那么9毫米与点45到底哪个更好用？如果让火力军来选的话，那一定是点45，火力足够大，而且 M1911 也很帅。就点45弹药本身的性能而言，
15克的军用型全背甲弹头，无论杀伤效果还是停止作用，都比9×19毫米的全背甲弹强不少。如果是执法部门或民间自卫用的空间弹，弹头膨胀之后可以造成直径超过20毫米的空枪，可以对敌方造成巨大的伤害。就威力而言，点45绝对是值得信赖的弹种。最开始的时候，点45子弹的初速为每秒250米，如果使用现代的发射药，可以把12克的煎弹加速至每秒370米。只是因为弹头较重的缘故，点45子弹的弹道比较弯曲，后坐力也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射击精度。同时，口径大也就意味着手枪弹匣里的子弹数量不多 ，M1911只有7发，相比之下，9毫米的弹头重量适中，初速也比较合适，弹匣容量达到了15发，可以连续射击。虽然火力军更喜欢 M1911，但必须要说的是，美军在1980年代使用9毫米手枪取代 M1911并不算错误，因为自身重量大、后坐力大，大口径的武器往往因为自身重量大，不容易做到快速出枪、快速瞄准，而小口径恰恰相反。9毫米手枪威力适中，装弹量大，不像点45那样的大口径手枪，握持和射击上都有一定的要求，重点是便宜。9毫米子弹的价格比点45子弹低，也可以节省一定的预算。就杀伤效果而言，二者的差距是有，但并没有很大。毕竟手枪弹属于低速弹，弹头相对圆钝，不能指望子弹击中敌方后翻滚失稳。对于手枪来说，口径越大，杀伤力越大，停止作用也就越好。还有一个就是搞扩张型弹头，比如空间弹和软尖弹，利用弹头扩张变形来增大创伤直径。问题在于手枪弹的威力并不是很高，现代士兵都是全副武装，身穿防弹衣，再加一个防弹头盔，即使是点45口径的子弹，也无法做到一弹击倒敌方。短时间内能打出多发子弹才是正道，毕竟子弹击中的地方也是否造成致命伤的主要因素。此外 ，M9 取代 M1911也有使用环境的问题。20世纪前中期的国际环境太差了，到处都是冲突。一把大口径的手枪可以在近距离保持绝对威慑力，从而提高士兵的生存概率。战后，美军一直装备 M1911，直到越战结束，美军作战的概率减小，加上作战形势发生一定的改变，士兵不再需要一款威力大、威慑力足够猛的手枪了，而是好用、后坐力比较小，并且穿透力更高的手枪。于是 M9 取代了 M1911。海军陆战队这边是选择点45还是9毫米手枪，在2016年也有了最终选择。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发言人尼克·曼维勒少校在2016年表示，之前 M1911是突袭者特种部队可以携带的3支手枪之一，但现在9毫米的格洛克19已经成为海军特种作战人员唯一可以带入战斗的手枪。按照曼维勒少校的说法，海军陆战队之所以选择9毫米手枪，是考虑了子弹的穿透力。虽然点45口径的弹药发射要更多，但是因为重量与大小的问题，面临的空气阻力更大，初速并不快，穿透力不如9毫米子弹。火力军估计，美军士兵之所以不喜欢9毫米手枪，除了点45情节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 M9 的问题。从1980年代开始，美军中女性军人的比例增加，所以使用9毫米手枪的一个理由就是照顾身材较小的射手。9毫米口径对于他们而言比较容易操作，结果 M9 手枪本身的握把太大，对于手掌较小的射手来说，反而不如 M1911好用。M9 手枪弹匣质量太次，参加伊拉克战争的美军就吐槽过这一点。早年的时候 ，M9 还发生过套筒断裂的事故。虽然这个 bug 已经被修复，但还是或多或少破坏了 M9 手枪的声誉。加上没有附件导轨，很难加挂消音器等原因，美军士兵觉得 M9 不好用。甚至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特种部队仍在使用 M1911手枪。也正因如此 ，M9 的服役时间很短，常规部队的 M9 也达到了寿命极限。特种部队早就开始使用其他型号的手枪，比如海军特种部队使用的 P226 和 P228 以及格洛克19，陆军游骑兵使用格洛克19，三角洲特种部队使用格洛克22。美军在启动新一代 XM17手枪招标时，就明确提出要装备一种比 M9 效能更高、更具杀伤力的自卫武器。2017年1月，美国陆军宣布西格绍尔赢得竞标，
同年5月5日，空军海军也宣布选择将这种手枪作为自己的制式装备。XM17项目被正式命名为 M17模块化手枪系统。一定程度上来说 ，M17出现之后，减少了美军内部怀念 M1911的声音。美军使用 M1911主要是追求重火力，使用 M9取代 M1911主要是9毫米手枪符合当时的时代环境。而 M17的出现可以消除美军内部关于点45与9毫米的争执。从表面上看 ，M17是9毫米手枪，但实际上其最大的特点是模块化。这把手枪除了一个扳机组件外，所有的枪管套筒都是可以更换的。士兵可以将带有枪号的扳机组安装在西格绍尔提供的4种不同大小的套筒座上，从而将枪械转换成不同口径的手枪，比如点45。如此一来，大家就不用争了。喜欢9毫米的，那就不用改装；喜欢点45口径的，那就稍微改装一下，在战场上使用时也极为方便。事实证明，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作为美国人点45情节的核心组成部分 ，M1911在手枪界的地位到现在也没有丝毫动摇。即使不再是美军的制式手枪，仍被很多公司生产，提供给执法机构、保安人员以及民间爱好者。就比如双枪管的 M1911，在军队里可见不到这种设计。至于 M9， 虽然早期有一定的缺点，但是经过改进后，性能也还是不错的。三角洲部队里的士兵也有喜欢 M9 的，毕竟可以携带更多的子弹，枪法好的话，杀伤力比 M1911更强。M1911与 M9各有优缺点，各自的拥护者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在 M17出现之后，也没有了争执的意义，他们想要的样子 M17都有。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M1911与点45口径的 M17哪个会更好用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